今天出发去毕节看百里杜鹃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一大早就来到了贵阳高铁站，准备坐高铁到大方。大方是离百里杜鹃最近的高铁站，从贵阳到大方只需要40分钟。火车上没什么人，很快到了大方站。今天要在大方做核酸，满足5天3检的条件。没想到车站免费做核酸，因为要等核酸结果，干脆在大方县城转一转。好在大方县城有几个景点值得转一转。现在来到了麝香古镇，前面这个塔很壮观。麝香古镇是恒大集团投资新建的一个古镇，也算是一个扶贫项目，据说耗资7个亿。这里最大的亮点是有一个彩色梯田，这个花海梯田非常上镜。因为处在非常时期，这个旅游小镇几乎没有游客。小镇上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建筑，这里的园艺设计也非常漂亮。可惜现在的商铺都关门了。这里是个露天电影院的广场，不知道疫情过后这里是否能够恢复热闹。整个小镇的建筑都是围着中间的花海梯田，沿着花海梯田走一圈大概2公里多。这个梯田有小路走下去，看下面的梯田多美。这个麝香古镇是免费的景点，如果来毕节看百里杜鹃，这个大方县城的麝香古镇值得来停一下。这个麝香2个字是明代彝族著名的政治家麝香夫人。麝香夫人是非常伟大的人物，这个大方县城到处都有她的痕迹。从这里走下梯田，这么美的景点又是1个人包场。花田上的小路都是这种石板路，好像还是从上面往下看更漂亮。梯田里有几个小亭子做点缀，还有一片池塘。怎么样？这个麝香古镇的花海梯田还不错吧？大方县城不大，准备去另一个景点。这是啥字啊？文字比较。牌楼上是彝族的文字，另一面写的是汉字“同门”。这里是大方县城的木鹅阁古城。这个古城不小，有好几处景点。这是古城的街道，街道另一端的牌楼上面写着金门。在这里有个麝香博物馆，就是麝香夫人。
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麝香夫人，好像有一个电视剧在中央台也播过。这个麝香夫人是明朝贵州的宣慰使，为明朝贵州的飞速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。正是他开办了龙场酒艺，也才有了王阳明被贬到贵州的龙场。这是麝香夫人的雕像。这个博物馆很漂亮，虽然叫麝香博物馆，但是这也是一个综合的博物馆。博物馆是仿造了古代彝族土司庄园的建筑而建成的，非常有彝族传统的文化气息。里面除了有麝香主题馆，还有一些彝族的文化、历史等很多展览。这个麝香博物馆也是免费的。德荣遗憾，里面有好几层院落。园林设计的也非常美。这个大殿里展览的有很多的历史文物。这应该是汉代的。这是另一个建筑里的展览。除了有好几个展馆，这里面还有麝香夫人的墓，麝香墓，在博物馆的另一端。前面这个就是麝香墓。这个麝香博物馆里面环境真的美，开了好多樱花。里面还有几个亭子。这个亭子是麝香夫人的后人建的。感觉像是个小的园林公园。在大丰县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，叫贵州宣慰府。曾经看到过宣慰府的图片，简直是一个神圣的殿堂，非常宏大。这个贵州宣慰府和麝香博物馆离得不远，走过去就可以。感觉这里的规模可以称作一个小故宫。这个宣慰府
是值得专门做一期视频的。这里是贵州毕节的百里杜鹃，也是我心心念了2年的地方。为了等这场花开，我在贵州等了10几天，但终究还是没有等到最美的花季。这是去年的花开盛况，而接下来的视频才是我拍到今年毕节的百里杜鹃实况。和去年相比，百里杜鹃几乎没有人，所以难得一见的没有人的百里杜鹃也是另外一番风景。我吹过你吹过的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？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还是从昨天说起吧。离开了大方，包了一辆车，这是我在百里杜鹃订的民宿老板给我介绍的一个司机，路程30多公里，车费给我优惠到100块钱。因为这个时期去百里杜鹃只能自驾或包车，没有了旅游直通车。这边那个花铁西连一个人都没有，好多人不敢出来，被这个疫情他妈影响。司机直接给我拉到了这个62号客栈。我在网上订了3天，一天还不到100块钱，不过老板给我升级到了大一点的房间。房间非常干净。选择这个客栈是因为离景区的西门非常近，走路过去也就10分钟，这样非常方便我去那里看日落。百里杜鹃是国家5A 级景区，现在门票是135，可以3天无限次进出3个景区。百里杜鹃西门游客，这里是西门，也是蒲底景区，景区也算是最大的。我是下午3点多进入蒲底景区的，几乎没有人。对于我来说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这次没有花门票，我是申请了一个网红达人的身份，可以免门票。现在坐景区的交通车进来了，第一站停到了醉酒牛。其实原本第一天没有打算进来，想休息一下，因为今天是阴天。不过想了想，阴天也许有阴天的风景，所以就进来了。何况这里的门票是3天有效，如果天气好，我还可以再进来。在景交车的站点之间有一些小的徒步路线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徒步中的风景。客观讲，今年的杜鹃花开得远不如去年好。去年这个时候已经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了。今年因为一直天气很冷，又有霜打，有些花刚开了就败了，还有一些花迟迟不开。但因为我在贵阳等这场花开时间太久了，所以不想再拖了。这就是我昨天，也就是4月6号所看到的毕节杜鹃花开的真实情况。天好像有一点渐晴了。感觉开了有1/3多。据说按现在这种情况，这个花开可以延续到将近5月。这个景点就是醉酒牛。从这边的观景平台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样子。
准备从这里走到下一站蜀花峰。今天几乎又是包场了景区。这就是蜀花峰站，山上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，像花瓣一样。这里也是坡底景区的最高峰，大概爬10分钟上去。蜀花峰，登上去看一看。这边花开的确实不多。继续坐车前往下一站。其实这个季节出行对我来说还是很舒服的，因为人很少，只要按要求做好防疫就可以了。这一站叫锦绣坪，这里也有不少杜鹃花，还有出租的衣服可以拍照。这2位姑娘就是穿着出租衣服拍照的。景区里有不少这样的人形雕像，不知道是不是杜鹃仙子。这片还有一个大草坪，还可以露营搭帐篷。旁边就是锦绣广场站，准备坐景区车去最后一站。最后一站叫五花亭，感觉蒲地景区这一片花开得最好，所以如果时间紧，在这一站多停留一些。五花亭这边有好几个小亭子，都在山顶上，准备分别爬一爬。现在是晚上将近6点钟了，今天应该看不到日落了。偌大的景区非常安静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。这个景点可玩的地方也很多，周边有好多小栈道。看，这边也有好几个亭子。而且这边除了杜鹃花，也有很多其他的花海。景区非常干净，也非常安静。好像除了我的脚步，就是清脆的鸟叫。跟着我慢慢地欣赏一下这美丽的景色。现在这里可以说是花的海洋了。当天边那颗星出现，你可知我又还是想念？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，就像月光洒向海面。从这里爬上另一座小山。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，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，听不见风中的叹息。谁知道爱是什么？短暂的相遇，却念念不忘，用尽一生的
世界，竟学不遗忘。这是五花亭这边最高的一座亭子，这里也是欣赏日落的最佳点。从这里也能看到整个蒲底景区的全景。如今我们已听得一方，生活的像周围人一样，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，但愿你被温柔对待。多少恍惚的时候，仿佛看见你在人海川流，音乐中你已浮现，一转眼又不见。这就是最真实的百里杜鹃的景色。这是我在百里杜鹃的第一天，而第二天会更加精彩，因为第二天4月7号是个大晴天。第二天我来到了金坡景区，这里也是百里杜鹃最火的一个网红打卡地。我还在这里飞了无人机。请继续关注北京老刘的百里杜鹃之旅。这里是毕节百里杜鹃的金坡景区。金坡景区的杜鹃花比坡底景区稍早一点，一般3月下旬，金坡景区就会迎来盛花期。在金坡景区有很多游客都会来索马花桥打卡，这个地方也几乎是百里杜鹃上镜率最高的一个景点。很难得索马花桥上没什么游客，在这里飞了一下无人机。今天是4月7号，大晴天，准备去百里杜鹃的金坡景区。因为现在特殊时期，两个景区之间没有交通车，和民宿老板商量，用他家的车送我过去。目前来看，来百里杜鹃不自驾确实不太方便，幸亏民宿老板有车，住店客人用车也非常优惠。金坡景区距离蒲底景区大约将近20公里。又是个专场。现在来到了金坡景区。百里杜鹃的门票包含了3个景区，3个景区分别是蒲底、金坡还有花王。这是景区车停的第一站，索马卫。索马卫，索马就是杜鹃的意思，所以它是杜鹃花神。彝族人把杜鹃花称为圣花，非常保护，所以也才有了现在的百里杜鹃。这片区域是金坡景区的精华所在，可以多转一转。远处山上的是万花楼，山下有一片广场，有很多雕塑，都是彝族人民生活的场景。昨天的视频留言，很多人希望介绍一下这里的杜鹃花。百里杜鹃一共有40多种杜鹃，
聚集哨现在只开了3种，远处可以清晰地看到3种颜色：红色、粉色和白色。红色的是马英杜鹃，马英杜鹃都是野生杜鹃，随便一棵都是成百上千年。像花王景区的马英杜鹃就是有1000多年。这个粉的好像叫迷人杜鹃。从这里看到的桥就是索马花桥。据说去年的清明后一场雨都把索马花桥的这些花儿打落了，而今年这里只开了1/3，后面应该还可以再开一段时间。右边白色的叫大白杜鹃。现在来到了索马花桥的一端，这是站在桥头看到的景色。对面的建筑就是万花楼。看这个圆的吗？今天游客也很少，只有零星几个，所以桥上空荡荡的。我让桥头的一位游客帮我拿着手机拍下了这段。准备从桥上通过。这是桥两边和谷底的景色。能认出这几种杜鹃吗？好像也有一株多色的。感觉从桥的这一端拍照更漂亮些。在这里竟然遇到了几个粉丝，帮我拍下了这个视频。过桥前面这个是万花楼。看到这里有做无人机拍摄的，因为拍索马花桥最漂亮的就是用无人机拍摄。哎，你们这儿能飞无人机是吧？哎，对。这飞一个多少钱啊？飞一个多少？我们原价是99，现在做活动嘛，然后是30块钱一个人。30块钱飞一次无人机，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，所以决定花钱拍一次。这个小伙子非常认真，给我拍了几个角度，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拍摄的。正好桥上没人，先来一个360度的旋转。放在往年，这个索马花桥上全都是人，今天独享。再来一个无人机自带的特效星球，这个效果不错。再用无人机飞一个全景搭配视频使用。从这个角度看上去，这里的花确实只开了1/3，应该还有相当一段时间的花期。所以如果想来的小伙伴估计还有机会。从空中看下去其实还挺好看的。无人机再飞回来拍一个，这样可以全面展现百里杜鹃的金坡景区。这是2022年4月7号实拍的记录。
最后再在桥上走一个来回。拍完之后马上剪了个30秒发朋友圈。如果真的有前世，前世我是谁？如果真的有来生，来生谁是我？这一飘一忘，是否能就此快活？那又为何刻骨的相思写入魂魄？如果真的能重头，怎么样？觉得这30块钱花的值不值？确实，无人机拍摄的角度效果要好多了。我也考虑找个时间买一个小的无人机练一练手，再走一遍索马花桥，看一看这里的美丽景色。过了花桥，准备徒步一小段距离。其实金坡景区有很长的徒步路线，但路上的景色因为现在花少，所以景色比较单一。这是中途的观景平台看到的景色，万花楼掩映在树林之中。走到一处观光车站，往下一站坐车。途中看到好的杜鹃花，司机还特意停了一下。不过好像没有拍到那棵漂亮的树。永交车继续前行，前往下一站，看途中的栈道。最后一站叫马英林，这边还有一个锦鸡的雕像。马英林这边主要开的都是马英杜鹃。之所以叫马英杜鹃，是因为这鲜红的杜鹃花非常大，酷似码头上戴的那个大红鹰，所以叫马英杜鹃。总体感觉金坡景区这边的精华主要在索马花桥那一带，相对花开的也比较集中。而且总体上金坡景区这边的花期要早一些，包括花王景区那边也是花期要早一点。另外从游玩时间来说，我觉得金坡景区这边3个小时左右足够了，所以如果时间安排合理，是可以一天完成2个景区，也就是蒲地景区和金坡景区。至于花王景区，就要看自己的时间是不是足够充裕了。今天还有足够的时间，我准备再去蒲地景区去看一场日落。我承认曾经爱过，曾经为了爱我会付出青春。这里是贵州毕节的百里杜鹃景区。百里杜鹃包含3个景区，这是其中的蒲地景区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又来到了这里，准备晚上在这里看一场日落。不必再留恋，回到时间上好掉的青春。爱悠悠的黑马踏上，穿过黑夜寻找黎明方向。本来今天想去百里杜鹃的第3个景区，也就是花王景区，但目前花王景区的花色也开得不好，
所以又再次来到了菩提景区。今天是个大晴天，看看阳光下的菩提景区是什么样。这个景点叫醉酒牛，相传明朝的麝香夫人想进贡9头牛给朱元璋，但运送到毕节这个地方的时候，9头牛死活就不走了，因为这里太美了。看，还有只小牛躲在这儿。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做醉酒牛了。菩提景区的盛花期比金坡景区要稍晚一点，按目前这个花开的趋势，应该还能维持半个多月。准备再爬一爬这个蜀花峰，这是菩提景区的最高峰。景区的工作人员说，这里有拍无人机的。山顶这个3层的像花瓣一样的建筑很漂亮。这是2层的围廊。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菩提景区。3楼顶上有飞无人机的声音，是一对年轻人在练习无人机。这位热心的朋友还帮我飞了一个无人机。现在前往下一站五彩亭。先来这4周爬爬小山。这里的马英杜鹃开得非常好。山顶的小亭子，虽然天气好，但是景区还是没有什么人。感觉这一片的花海开得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这边也有飞无人机的，一个人30块钱。又找了个小伙子一起飞一飞。先来一段行走的，再来个定点的。再追踪一下。来到了山顶的亭子上。你别再难过，一个人去远方流浪。你不必忧伤，失去的梦可曾忘记？我承认曾经爱过，曾经为了爱无悔付出青春。我梦见你的笑脸，长夜未央的陪在我的身边。来一个大全景。让风吹干脸上的泪痕，失去的爱不必再留恋，回到时间消耗掉的青春。这无人机效果拍得如何？花了60块钱。因为想看日落，现在还不到时间，所以在周边的栈道再走一走，欣赏一下这里的杜鹃。其实如果不是疫情的关系，接下来的2周时间还是这里杜鹃花开的时节。看这杜鹃花开得多好，而且现在景区难得的清静，真的挺爽的。听听歌。感觉太阳就要落山了。
今天来到了百里杜鹃的移山花谷景区。移山花谷景区也算是毕节百里杜鹃的6大景区之一。这里依托了百里杜鹃优美独特的自然环境，把景区打造成了一个自然风景、旅游、休闲度假、商业地产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旅游景点，确实非常美。今天天气好，还和朋友一起开车去了乌江园百里画廊。移山花谷景区离百里杜鹃的蒲地景区非常近，就几公里的距离。那边很漂亮，就像张家界一样。这里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对外开放，所以不收门票。现在来移山花谷景区游玩，可以提前打电话和景区预约一下。这是山泉吗？会有专门的人接待。目前这里一些别墅和温泉都在运行。这是一片别墅区，很漂亮。然后每个房间每一栋的话是3个房间或者是5个房间，房间每一间的话是1800到2000。那我们上面除了住宿之外，还可以泡温泉，然后上面还可以吃烤全羊，还有柴火鸡等等都可以，然后还可以做团建。啊，等于是一个高端的休闲度假。来这里游玩不一定要住宿，逛逛也可以。也有管家服务。现在这里的樱花开得还非常不错。就是酒店式的，就是给你预约出行，订餐叫餐，哪怕是晚上。这个别墅区是整个景区的一小部分，目前已经开始营业了，环境还是不错的。这片别墅式酒店适合度假休闲，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有很多不错的餐厅，也可以泡温泉。客人走了，我们就把水放掉，一刻一换。对，温泉。就是那样啊，等于住酒店是含早餐和含这个温泉。如果单独来玩泡的，就是一个人90多是吗？对，这是樱花，这是晚樱。啊。因为这个跟平瓣樱花不一样，瓣的，我们这是晚樱，晚樱属于复瓣的。然后它们的颜色是白色的，就是泛白，我们这是粉红的。对。而且这个花就是下了雨之后，它依然是繁盛的，不像那个单瓣一下了雨之后就没了。对，这比较金风吹雨打。比较金风吹雨打，这是晚樱。看这些房前屋后的樱花开得多美。那我们进来之后，就一个是延长它的花期就1年4季12个月都有花。然后这个就是百里杜鹃里面的，就是这个花叫马樱花。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首先它是野生的原生杜鹃，野生杜鹃人工是种不活的，你只要搬迁到地方它就死掉了，它种不活的，它只是在原地生长然后呢，这个像马樱花，最小的一棵都有100多岁，最大的一棵就是杜鹃花王有1280岁。对，这就马樱花。所以说有句话怎么说？要想身体好，就常往贵州跑；要想生活顺，就在贵州混这个道理。然后马樱杜鹃也是所有杜鹃花种41个品种里面开的最早的一种杜鹃花，而且也是花期最长的，也是最艳的一种花。这个为什么叫马樱花呀？是因为这个花型很硕大，色彩很艳丽，就像彝族当时赶马人马儿头上戴的红缨一样，所以叫马樱花。是这么说的哈，还真不错。都是野生的是吧？是的，最小的一棵就是100多岁，最大的一棵杜鹃花王也是马樱花，1280岁。那像这样的这有几岁啊？这个应该有400多年了。这个400多岁了，对，因为它1年只长1寸。1年只长1寸，长得特别慢。这个都400多岁，那等于是这个是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是吗？是的，不是，这个是野生的。这野生的在这儿弄的。因为野生杜鹃它是移植存活不了的。那等于是就长在这山上。是的。利用这个环境做的。是的。不错。依山而建，依景而建。这是天然的。这是天然的哈。不是那个锅炉烧的。这不是锅炉烧的哈，这是天然的。这是温泉池。那这个储存在哪儿呢？
啊，这个地下，储存在地下是吧？地下，它只是有个闸道。啊，有闸道对。那你说的这个本身这个水这不是60多度吗？就是打上来的时候是65度，它有个出水口嘛，出水口是65度，然后它要放过来嘛，放过来就是在这泡的时候，因为它有水温，60多度没法泡嘛，泡的时候是35度到42度，像擦了润肤露一样，很舒服的，你整个把手整个浸湿。那都是室外的吗？没有室内的吗？啊？没有室内的吗？温泉这边都是室外的，没有室内的，啊室内的要在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帐篷酒店啊5月份营业。帐篷酒店。整个宜山花鼓景区非常大，目前还有一些未完成的工程。要5月份，还是9点的。对9是吧？悬浮咖啡厅，这个悬是浮咖啡厅和酒吧，白天是咖啡厅，晚上是酒吧。啊，这个呢？对，这边的话是咪家博物馆，然后呢，里面会储存全世界各种各样的香水和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声音。登上高处看到的这个别墅式酒店，这边还有一个玻璃桥。这边打造的是一大片花田，还有一些娱乐设施。这边也有另一种风格的酒店。两座山头还有玻璃观景台，遥遥相对，好像叫牛郎织女观景台。一对情侣可以分别站在两边儿。有对讲机，可以遥相呼应，讲悄悄话。这个做的还是很漂亮的。这次和我一起来宜山花鼓的还有民宿老板一家。因为宜山花鼓里面现在有地产项目，现在就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，因为确实还挺有吸引力的。而且来这里不但可以看看项目，还可以逛逛整个宜山花鼓景区。之后呢，就可以免费畅游我们这个宜山花鼓。就是说，像这个以后的泡温泉呐，你想在这里泡温泉都免费吗？泡温泉不，因为对，这就是免费游票，就是游这个对游览啊。像年后期的话，进行这里泡温泉呐，住酒店呐，或者吃些简餐呐，就是享有我们的这个会员价格，我们业主的会员价格，对。对，你好。那等于现在这一套最小的30多万是吧？对，因为我们30多万、40多万、50多万都有，它是针对我们的一个一房一价嘛，根据。这个项目还有个优势，就是可以免费玩百里杜鹃的景区，等于百里杜鹃就是这一块的后花园了。百里杜鹃，对，是免票的是吧？除了百里杜鹃之外呢，我们这里也是免费的游票，就是门票嘛。确实感到这个宜山花鼓景区面积非常大，以后应该是能成为一个网红景点的。这里是售楼部。这个宜山花鼓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玩。感觉逛完了这个景区，民宿老板都心动了，想在这里买房了。逛完了宜山花鼓景区，我们又来到了乌江源百里画廊。这里是乌江的源头，乌江也是贵州第一大河，也是长江的支流。这个观景台就在路边，所以是免费的。有人说这里不是三峡胜似三峡，不是漓江胜似漓江，确实很美。远处多像三峡的夔门。下面有个盘山路，可以去到码头。
下面就是码头。看这水非常绿，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，这里有游船，一个人大概50块钱。看左边这个形态漂亮的山，这里还有好多小山村。我们把车开了下去，这有一棵老杏树，下面就是码头了。看这里的自然山水多漂亮。好不容易等到了这里码头的船主，不过现在游客太少了，只能包船游览。这里1个小时现在是400块钱，觉得价格有点太贵了，就在江边慢慢的欣赏吧。这里的山确实看着很漂亮，听说毕节还有个游山河景区，也非常美，准备明天去那里看一看。